恭喜我们4000年一遇的女神瑟蕾亚同学，年仅18岁就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5年前50万中举的那个天才女博士。加油！云溪，送给你。新年学长，陆杰马上就要硕士毕业了，你看，我们打算回国结婚。你堂堂全球首富沈氏集团的千金，又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确定要嫁给那个愣头青？而且今天你最重要的时刻，他都没有过来。哎，我就是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我最相爱的人结婚生子，他很好的，我相信我自己的选择。5年来，我相夫教子，暗中精致钱财培养孩子。今天是我5岁的儿子斩获中考状元的日子。陆宗宗年仅5岁就考了中考第1，可谓是百年一遇的神童啊！同龄人刚幼儿园毕业，他就已经考上了重点的中学。不仅如此啊，他还过了法语的 C2，简直就是寒门出贵子啊！3天后就是儿子的升学宴，我也该宣布自己的真实身份，帮儿子摘掉寒门标签，让他成为最尊贵的神童。陆同学，你被大家誉为神童，最想感谢的人是谁？我最感谢的人是我的爸爸和伯乐屈老师。虽然我妈妈是个没工作的家庭妇女，但我遗传了爸爸的优秀基因，得到了屈老师的栽培，才成为了神童。这里是中考快讯。近日轰动全城的中考状元陆宗宗，他年仅5岁，竟然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儿子，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菜，庆祝你中考第1。宝贝儿，走，吃饭喽。曲老师，老公，你们也快来吃吧。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站边上去，这个桌上不是神童就是海外硕士，你一个没文化的村妇和比钱货学渣，别想上桌吃饭。是，妈妈，他们都是打怪的。小心乖，今天哥哥当上神童了，大家比较高兴而已啊，没事。热秀，快赐我本神童少爷喝汤。我给你盛。哟，舍不得了，让你这赔钱货伺候一下我们家的天之骄子啊！快过来！妈妈，我来吧。陆总总，你怎么能推妹妹呢？你还有没有点当哥哥的样子啊？啊！既然为了陆小庆教训我，且收拾。陆总，我是你的妈妈，谁叫你这么对妈妈的？我堂堂神童，你这个家庭妇女，专敢凶我！妈妈 tooth pity tooth pity， 若 we day days to。Saluba, morning so mala, neluji, kusiudin nubaba, is furia.买来多，买来多。Kukui, kasaunia kulala, tanchi, nolo, buchini, suso panam nana. 姐，要不是我听得懂法语，我竟然不知道，你竟然还有这种心思！哦，我忘了，你听得懂法语，你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跟我生气吧？你既然会法语，那正好。Favi money 拼读 post。陆宗宗，我生你养，你不觉得这样羞辱妈妈太过分了吗？
在我们家，只有学历高的人才有发言权。你学历太普通，不适合被尊敬。快点给我夹菜！看来是我没有教好你。宗宗是公认的神童，何来没教好说？宗宗妈妈，做佣人啊，不，做女人还是不要这么娇弱。就是，但是这日子哭哭啼啼的，回去不想待着就给我滚出去！走就走。伯哥，你老婆跑了，快去追啊！不用追，他们两个无家可归的，晚点就会回来。陆姐，陆宗宗，当初我放弃国外深造的机会，放弃继承豪门家业，怕你自卑。大小姐，按您的吩更是咐，为小少爷成立的天才少年班已经开班了，好用自一夜。心培养孩子。太好了，这钱花的值。你怎么能这么伤害我？妈妈，都怪我没有成为神童，让你受欺负了。不是的，宝贝，是以前妈妈疏忽你了。你很聪明的，不比任何人差。小心！还得失血过多，需要抢救，许毛血比较稀有，家属赶紧想办法。我是这样说。小心，不会的，妈妈一定会救你的，放心。祖宗，只有你的熊猫血能救妹妹，能和妹妹匹配得上我，求求你救救她好不好？祖宗，求求你。Family Bush， 我正打游戏呢，这是我当神童后的第一个代言，你等我把这把打完再说。杀！祖宗，我们神童马上就要办升学宴了，这要是输血，万一我3豺2怎么办？输血都是医生会操作的事，不会有事的。陆杰，人命关天的时候，我求求你不要再讲升学宴的事了，我求求你。沈云熙，你能不能别一惊一乍了？还人命关天？我看啊，就是擦破点皮，要是真那么严重，连医生也会想办法的。陆杰，小希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陆杰。你行了。陆小生家属，不好了，孩子没有心跳了。医生，你说什么？孩子失血过多导致休克，如果1个小时再找不到血源的话，微微也无能为力呀。陆杰，宗宗一直都只听你的话，我求求你劝劝他，你劝劝他救救小新吧，好不好，陆杰？行了，答应你，谁让我是那个陆小新的怨爹呢？走，片儿。宗宗，你快进去，妹妹等不及了，宗宗你快点。出血多疼啊！除非妈妈，你跪门口陪我一起受苦，我什么时候出来，你什么时候才能起来？下跪？我是你妈妈。But rather no, that's the only pathway. 我跪。宗宗，你快进去，妹妹等不及了。宗宗，我孙子神童，这么宝贵的血液，怎么可能输给那个赔钱货？可是你们已经答应过我了我求求你，你让宗宗进去吧，不然我女儿真的会死的妈！少打我孙子的主意！那个赔钱货
就让他自生自灭，反正我们家也不缺。走，不走。我只听奶奶的。走。走那边。耶！宝贝真棒！谢谢我们思瑶陪我们熬夜通宵打游戏啊，都是为了宝宝嘛。曲老师真好，不像我妈妈，竟然想抽我的血给陆小庆，幸好奶奶救了我。也不知道那2个配钱货钱。要不是明天儿子升学宴需要他来彩排，我真想一脚把他给踹了。想想沈妍希，明天就要扮演生出神童的弱智村妇，到时候被媒体昭告天下，想想就觉得兴奋呢。好，那我就现在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彩排。可以。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4年学长，把你吵醒了，你要不要去休息一会儿？我陪着小新。不用不用，你已经让院长帮我女儿找到了匹配的熊猫型，还给她安排了10万1晚的病房，我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你呢？你跟我客气什么？倒是陆杰，你当初放下一切要嫁给的男人，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就这种态度，还教坏了宗宗，你还跟他过什么？他还是有一点担心我和女儿的吧？学长，我有事，我要回家一趟。行，我送你。大家好，我是沈云熙，天生智力缺陷，出身农村，没钱念书，幸亏嫁了个硕士老公，生了个神童儿子，求求大家看在神童的面子上，赏我一口饭吃。你呀，真调皮。你在干什么？在干什么？徐思瑶，你都贴着陆姐了，怎么了？你想上床啊？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上床了？我们只是提前帮你排练一下明天的弱智人设。弱智？我看你自己对自己的定义还挺精准的。陆姐，我竟然以为你打电话是因为对我和女儿心怀愧疚，是我高估了你的良心。明天儿子举办升学宴，到时候那位传闻4000年的天才女博士也会来，你最好给我识相点，去扮演弱智村妇赚取噱头。我要让我儿子成为瑟利亚博士的弟子，名利双收，你懂了吗？陆姐，你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想要问问你的女儿吗？她现在还在病床上。他一个赔钱货，有什么好关心的啊？就为了一个瑟利亚博士，你就这么羞辱我？你确定？啊！姐姐，你可别再说了，小心被撕烂嘴哦。你这头底层蠢驴的脸颊早已刻入基因，没钱没学历啊，还越来越丑。你瞧瞧日本人，
告诉你，在明明面前，尊严也可耻。陆姐，你难道从来就没有对我一丝一毫的爱过吗？我们离婚吧，从此再无。离婚？哎，你穿的、喝的、吃的、用的都是我跟神童儿子赚来的，离开我们，你自己能活得下去吗？那我们就此做个了断。这个是你去年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随便从地摊上给我买的。这个是你在前年春节给你妈妈买金项链的时候顺便给我买了一堆塑料耳环。来啊，继续。这个是你当时说为了奖励我没日没夜的照顾儿子女儿，50块钱团购。这些个破烂全都还给你。脱啊！挣不到了。你现在跟我道歉，我可以当你没跟我提过离婚。云溪啊，陆杰，是我的爱让你忘记了照镜子。从今以后，我们一刀两断。我要让你睁开眼睛看看，离开你，我到底会不会过得更好？啊！我说你怎么非要跟我离婚呢？啊！原来是找着下家了。这小白脸到底是谁？啊！你没资格知道我是谁。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龌龊？我马上就会找律师起草离婚协议。你给我等着。总算拍完广告了。哎呀，宝贝，真的是心疼宝宝。小小年纪就要赚钱养坏妈妈，等会儿老师给你露一手伯乐水饺，安慰安慰你，好不好呀？耶！要是曲老师逗我妈妈就好。哎呀，宝宝真乖，妈妈爱你。曲思瑶，你一个在少年班打工的幼师，自称我儿子的妈妈，你变态啊！我作为孩子的老师，只是想哄孩子开心，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看你比楼下的粪车都还能装啊！你对神童的老师说话放尊重点，咱们都快离婚了，你管那么多干嘛？离婚协议还在进程中，我为什么不能管？倒是这位幼师不仅可以随意出入，还教唆我脖子喊你妈妈。怎么，你一个当小三儿的，就这么迫不及待、鸠占鹊巢、登堂入室吗？你不许欺负曲老师，你滚！别打我了，别打我！如果不是我，你能当上神童吗？我告诉你，我能让你当上神童，就能让你一无所有。笑话，你那么厉害，怎么不让陆小新那个蠢货也成为神童啊？如果他想，我当然可以。别咧着疯婆子，我孙子成为神童，那是遗传了我儿子的好基因。
你在这说什么大话？还培养神童？你一个文盲哎，真当自己是4000年的天才博士，色厉呀不成？如果我就是呢？哎呀，小刀拉屁股，我开了眼了，还真敢说自己是天才博士。哼，我看你脑子不好，该让我儿子跟你大清醒了。明天我就会起草刘杰。走了。对，跟沈云熙离婚，明天的升学计划又要泡汤。那不是正好吗？你呢，可以立一个单亲奶爸，含辛茹苦养大神童的角色，跟你儿子捆绑营销，到时候你自己还能火一把。还是你聪明，比沈云熙那头蠢驴强多了。欢迎大小姐回家。欢迎大小姐回家。沈总和夫人正在与福布斯大佬洽谈1000亿的项目，请大小姐稍等。再重要的项目也没有我女儿重要。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不听你们的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爸妈已经都知道了，陆杰那一家子这样欺负你，放心，爸妈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女儿，其实爸妈更看好你和司令。云溪，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单身，就是因为心里还有你。可是我才结束了一段很失败的婚姻，还有孩子。不用担心了，我会陪你迈过那道坎。女儿，这个是咱家祖传的玉石徽章，是明代皇室代代相传下来的。来，妈把它给你，你以后啊，不管在任何场合都把它带着，没人敢再欺负你了。对啊，明天陆宗宗的升学宴，你就带着这个徽章过去。可是宗宗的升学宴本来是我最骄傲的事情，现在我却和陆杰一刀两断。这越是这样，越要风风光光的过去，才能狠狠的打他们的脸。沈小姐好，请大小姐挑选礼服和首饰都是大牌高定。学长，没想到你成为霸总之后这么浮夸。祝你华丽回归，艳压全场。当了6年别人的老婆和妈妈，熬成了黄脸婆。现在我沈云熙回来了。感谢诸位权贵名流、记者朋友，还有宗宗的粉丝们前来参加宗宗的升学宴。我呢是一个单亲父亲，含辛茹苦的把孩子拉扯大。今天我最骄傲的就是这一刻，看100年一遇的天才小孩，5岁就考上顶尖中学了。真太厉害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神童啊？这不是说了吗？这神童没妈，是单亲爸爸带大的。真的假的？那这位父亲也太伟大了吧！陆先生，您说您是单亲爸爸，请问您是离婚了呢，还是神童之母已经不在人世了呢？请问生出天才的神童之母在哪里？家人们快看，家人快看！不好意思各位，刚才有点失态了。今天这个场合不适合提那个女人，我儿子成长缺少母爱，我只能说很遗憾。你这是什么意思？是神童之母对这个家庭造成了伤害吗？好了，不讲了。各位媒体朋友们，
你们只需要关注我陆杰，还有我儿子陆宗宗就好了。不过有一个比我儿子生母更担得起神童之母荣誉的，她就是我儿子陆宗宗的伯乐许思瑶女士。这些年呢，许思瑶女士又当伯乐，又当母亲的照顾宗宗，宗宗啊才能成为神童。他们三个真像一家三口。不瞒大家，我儿子陆宗宗15天就已经把初中所有的课程学完了。我宣布，我儿子陆宗宗将在1年内学完高中所有的课程，然后参加高考。我已将神童之父的发言直播到了全网，现在全网一片沸腾。据说陆宗宗出名后已经接到益智游戏的代言，代言费方便透露吗？话迟，我儿子陆宗宗现在接到的品牌代言呢，都已经排起了长队了啊！陆宗宗这样的神童百年一见，像他这样10岁就考上大学的，全世界也只有瑟利亚女博士一人。当初瑟利亚博士年仅18岁便拿下了世界顶级大学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智商超过了230，可是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那可是神话般的存在啊！听说女博士很神秘，从哈佛毕业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至今没人见过她的真容。诸位，请不要着急，瑟利亚女博士也是我们神童升学院的重要嘉宾，马上她就会亲自光临，祝贺我们陆宗宗。等瑟利亚博士见到我儿子，一定会相见恨晚，收他当学徒的。说，沈云溪要是知道你和你儿子这么风光，会不会后悔死啊？等我们攀上瑟利亚博士，他那个晦气玩意儿，给咱们提鞋都不配。太期待了！女博士收神童为徒，真是强强联合呀！是瑟利亚女博士来了吗？快去拍，快去拍！快！哇，太美了，说是天仙也不为过。瑟利亚不仅聪明，还跟明星一样貌美。沈云溪，陆杰，好久不见啊！沈云溪，你来干什么啊？砸场子啊！不嫌丢人，赶紧出去，免得被人发现了。妈妈，你真是个臭狗皮膏药，都追到这里来了。陆宗宗，你爸就是这么教你说话的吗？我可是你亲妈。等你和爸爸离了婚，我就有新妈妈了。沈云溪，你连邀请函都没有，我劝你啊，识相点，趁早自己滚出去，省得一会儿保安赶你，多没面子啊！我是没有邀请函，但是如果我走了，这个升学宴有可能就办不了了。你有毛病吧？难不成这个升学宴是你这个兜比脸还干净的家庭主妇办不成？没错，这就是我们。哎，你是发烧了还是癔症了？大白天你做什么白日梦啊？行了，别在这丢人现眼了。我已经告诉大家不存在，赶紧给我回家打扫卫生去。什么不存在？你刚刚和大家说什么了？我成为神童全靠爸爸和曲老师啊！妈妈，你需要有自知之明。陆宗宗，在你眼里，难道妈妈对你的付出就这么一文不值吗？突围来妈妈，我来陪你提了东来木头，虽然说大是的马尾人又不同。都在黑色 QQ 梦呢，from police to support people office。哟，别以为你会几句法语就了不起了，还你培养的儿子。问问在座的各位，他们会相信神童是你这个弱智妈培养出来的？神童妈妈会法语，看着也不像传闻那样是个弱智妇女啊！啊，天天看我跟我儿子说法语啊，难免会点。
赶紧滚啊！还愣着干什么？这不踢你啊！托马斯教授、爱丽丝教授和卡尔教授到了。沈云溪，看到没？这3位顶级学术的大亨，那都是奔着宗宗来的。我劝你啊，现在赶紧走，免得一会儿难看。听说了吗？这3位可是当今世上最牛的3位教授，他们分别掌管着音乐、数学和语言的顶尖技术。神童家竟将这3位也请到了升学宴，这可是我们江城前所未有的荣光啊！看来今天不只是升学宴，3位教授来，恐怕是要收神童为徒啊！云溪，那这3位学术大亨都是奔着宗宗来的呀。不过现在你跟他没关系了。陆杰，也只有你这么没有本事的人，拿陆宗宗当救命稻草。哼，说的好像你很有本事一样。就是，只有像3位教授这种真正有本事、能为社会做贡献的人，才能高人一等。哟，这么骄傲啊！哎，要不是我知道你是个幼师，还不知道从哪儿又冒出来一个教授呢。你又算个什么东西？现在你脱离了神童之母的头衔，你以为那3个教授人家会多看你呀？既然你们都觉得3位教授是为神童而来，那你们就去看看，他们会不会赢。你这是在挑衅！好，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人上人。3位教授，欢迎来到神童升学宴。弟子参见师父。